中美元首同场出席气候峰会，令各方高度关注两国关系的走向。不过，就在气候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这份280多页的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针对这一法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周四表示，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肆意曲解、污蔑、抹黑中国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用心险恶，损人害己。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周三通过由跨党派议员推动针对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美媒《国会山报》介绍，该法案将交由100人组成的参议院审议。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内德斯在听证会上宣称，来自中国的挑战前所未有。China today is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destabiliz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ross every dimension of power. So this is a challenge of unprecedented scope, scale, and urgency, and one that demands a policy and strategy that is genuinely competitive. 来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李施在听证会上发表了一番极具渲染性的言论。他声称，当前或许是整个21世纪，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面临的问题将是中国、中国和中国。在对华战略竞争的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这是关系到美国能否赢得未来的这样一个关键，所以说他要不遗余力的在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展开对华竞争，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美国当下处在一个相对这个困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为了重振美国，就必须要打败中国这样一个对手，否则的话，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会受到挑战。所以说，这是他一个这个广泛的国内共识，实际上就是他的本身的一个战略焦虑的这样一个体现。外界注意到，自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草案于4月8号在美国国会浮上台面之后，这份法案备受外界关注，只因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两党对华全面法案。实际上，这份长达283页的法案就是由民主党籍的梅内德斯以及共和党籍的李施共同牵头完成，旨在要求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全面战略竞争政策。法案共分为5个章节，涉及所谓针对北京的掠夺性经济行为、恶意影响力攻击、数字威权军事扩张、对台野心以及压迫香港与新疆。从名称设定来看，足见该法案对华恶意满满。相比于草案，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增加了几十项修正，其中就包括参众两院部分议员提出的无尽边疆法案，要求在5年内拨款1000亿美元，促进私人机构和大学的科研，并拨款100亿美元，用于在全美范围内创建新的技术中心，监管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预算最快下周就会审议这份无尽边疆法案。There's a bipartisan consensu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invest in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future to outcompete China. 在军事方面，法案提出2022到2026财年期间拨款6.55亿美元对外军事援助，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联系，以制衡中国军事扩张。法案同时规定，禁止向在本土建有中国军事设施的国家提供援助金。此外，法案提出向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出口武器，包括远程精确打击火力、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反舰巡航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常规高超音速系统、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在台湾问题上，法案鼓动美国与台湾保持更紧密的联系，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案还继续打出所谓人权与民主的旗号，企图涉足涉疆涉港问题。涉疆问题上，法案呼吁对部分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涉港问题上，法案提议拨款1000万美元用于促进香港的民主。值得关注的是，为配合美国在涉港涉疆问题上的粗暴干涉，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还夹带了旨在限制美国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提案。彭博社报道，外交抵制不会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将于明年2月举行的冬奥会，但会禁止拨款派遣任何美国官方代表团参加。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周四在回应美参院这一法案时就强调，涉疆涉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法案相关涉台条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尤文泽还指出，中美即便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也应该是公平公正、遵守规则的良性有序竞争。中方强烈敦促美国国会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插手中国内政，停止审议推进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我们看到他在南海、在香港、新疆等等相关问题上有很多的涉及，这充分表明了在国会的这个层面，他试图更加直接地介入中国的内政。在过去来讲，国会没有那么走在对华政策的前台，往往是在后面发挥作用。现在是他们主动提出这样一个法案，试图去锁定未来对华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方向，充分体现了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在对华战略竞争的问题上，他们是不遗余力，而且是不择手段的。观察指，虽然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使用了竞争字眼，但本质上还是在鼓动与中国全面对抗，尤其要在人权与经济领域对华施压。拜登政府曾多次宣称，其对华政策秉持的是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时就对抗的原则。美国参议院的这一法案无疑是在对拜登政府施压，其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它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政治目的，就是他试图在对华政策上施加影响，试图去与拜登政府争夺对华决策的这样一个领导权。那么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全面的强调竞争与对抗为基调的这样一个法案，它一定程度上它要去限制拜登政府对华的这样一个政策空间。那么这股力量呢，仍然试图去推动中美关系向新冷战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最后要看拜登政府与国会两党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它究竟会呈现出一个双方有分歧的状态，还是说呈现出双方是相互配合的状态？但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对中国保持所谓高压态势。那您对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评估？那下一步美国对华政策又将如何调整呢？这部法案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对中国施压遏制的这么一个法案。从它这个法案内容上来讲呢，内容呢可以说涉及到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这个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甚至包括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等。那么这部法案呢，如果大家有机会读一下内容的话呢，是280多页，是由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共同提出的。那么这次呢，在小组委员会当中能够高票获得通过，我想呢，至少可以看出来，目前对美国的国内的有些人士，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持有一些这个消极的态度。目前来讲呢，应该是这个值得引起大家关注和警惕的。那么这部法案呢，今后呢还要经过一个这个立法的一个程序我们想呢，希望是美国有识之士能够阻止这部法案的这种最终惩罚，因为呢，一旦这部法案成型的话，我想呢，至少是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说，他就确认了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的这种进攻性的这种经贸政策，包括其他领域的科技政策等等。那么这第二呢，就是也为这个拜登政府或者是以后的美国政府在对华施压方面提供了一种这种所谓的这个立法依据，对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讲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对华恶性竞争的法案，中国应该如何来反制？那么如何在处理对美关系中锚定方向呢？我们想呢，在近期刚刚召开的这个博鳌论坛上，习主席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上已经讲了，我们所期待的是国际社会的公道，而不是霸道。那么美国呢，这次呢，参议院的这个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了这部法案，可以说也是一种霸道的意志的一种体现。我想呢，我们面对这部法律，应该还是保持这个充分的这种耐力和这个耐心和定力。那我想呢，一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一直到这个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主要的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努力，也就是全国人民的这个努力。
那么我们在今后呢，要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目前已经确定了这个新发展的这种理念。那么践行新发展理念，我想呢，这部法案呢是美国国内不希望这个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的一些人士所推动的。那么我想呢，它是一股逆流。对于这股逆流呢，我想呢，中国呢应该是保持足够的这个定力和耐力，而且呢，我们也是有足够的信心。毕竟回顾这个建国以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这个经济建设成就，主要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是我们定力的一个根本的来源之一。第二呢，我们目前呢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的远景目标，我们今后的发展道路，那么构建新的这种发展格局，我们有信心继续走下去，继续在原有的这种成就的基础上取得这个新的胜利。第三呢，就是在对外上，我们是坚持这个继续的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目前呢，我们也开始推动大力的推动这个构建面向全球的这种自由贸易网络，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达成了这个RCEP，也就是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合作协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呢是对区域合作保持开放的态度，欢迎世界各国，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亚洲的成员能够以这个 RCEP 为基础、为框架、为平台推进区域的一体化进程。我想呢，中国呢会坚定的这个践行真正的这个多边主义。那么在这个多边主义上坚持以这个国际规则为基础坚持这个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这个协商共赢的态度，坚持这个与时俱进的态度另外呢，从中美关系双边关系来讲，也希望美国的有识之士能够及时的这个站起来，推动中美关系走向这种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